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新戏开播，数据精确到秒，明星也成为了流量的工具人。近日，由谭松韵主演的《蜀锦人家》开播，这就像是艺人的期末考试，考验主演的票房号召力。投资方和视频平台都是为了赚钱，所以特别在意节目的收视率。想必主演谭松韵也是压力山大。首播没有多久，就已经有流量数据统计出来了。开播热度为5240，5个小时后热度为5882。这个数据在周末来说，只能说是一般。但是开局广告数据很好，也算是令意外之喜。当播放数据精确到秒，就知道现在这个行业有多内卷了。谭松韵自从在《甄嬛传》中扮演了纯贵人后，慢慢有了知名度。凭借着一张娃娃脸，她吸引了不少粉丝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她在拥有娃娃脸的同时，还拥有一个很不错的身材。谭松韵在30多岁的时候，看起来仍和高中生没有什么区别。在电视剧中还可以跳起来扑到男友的怀里，动作轻盈而有活力。很多网友错把娃娃脸当成可爱的标准，其实单纯与青春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。谭松韵一步一步走到如今的位置，更像是闷声发大财。因为她很少参与到什么绯闻和花边新闻中，只是老老实实、安安稳稳的演戏。在诸多社交场合中，几乎看不到谭松韵的身影，就连许多影视公司老板都说想请她吃个饭，却经常看不到人。另外，谭松韵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的亲姐姐，这就更不可能让谭松韵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了。这部《蜀锦人家》是谭松韵第一部大女主古装戏，也是她的一次自我挑战。如果经常追剧的观众就会发现，现在好多剧都是同一个套路。就拿《蜀锦人家》来说，女主是家道中落，但是聪明机智，很适合做生意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嫌弃自己落败的男友。不久之后，真正的大男主就会出现在女主身边，然后历经磨难走到了一起。其实不少大女主戏都是这么安排的。比如《长风渡》里的宋轶在卖花布，《西花纸》里的张静怡在卖糕点，《柳州记》里的王楚然在卖瓷器。弄来弄去，这些电视剧的故事模型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这就很考验女主角的演技和实力了。另外一点，那就是当下社会对于女性创业题材的影视作品尤为青睐。过去的大女主都是当女皇、当皇后、当什么后宫娘娘。现在的大女主则是通过做生意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观众的喜好必然是影视市场的风向标。大家既然都喜欢女主创业当老板，那就多拍这样的戏，让观众在影视作品中体验一下创业的艰辛与成就。《蜀锦人家》现在的热度还是很好的，在同时期的热播剧中表现中规中矩。现在的影视行业也是充满了数据化，每一集、每一个高潮部分都要记录下收视率和热度。数据化的好处自然是摸准观众的喜好，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戏剧冲突。但是不好的地方也很明显，那就是以后的作品相似度都很高。这就好比大家拿着手机刷短视频，只要刷了几个视频，后台数据就能根据你的停留时间、点赞情况，立马就能推荐数以万计的同类视频。所以有网友说，大数据时代下，每一个人都成为流量的奴隶，而明星们也难免要根据流量和数据去做出改变。谭松韵作为实力派演员，相信可以很好的完成这部剧的演绎，交出一个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。2. 谭松韵的《蜀锦人家》万众瞩目却遭扑街，这3大硬伤正是关键所在。谭松韵与郑业成主演的古装剧《蜀锦人家》已上线，
但其播出效果似乎未达到预期。目前的站内热度为8500，水分较大，远不及同类型的珠帘玉幕。与此同时，数据方面更是被同期的《我是刑警》远远甩在了后面，蜀锦人家可以说是低开高走的局面没能实现。蜀锦人家被送走并非毫无理由，这3大致命缺陷至关重要，连神仙也无法挽救。首先谈到演员，谭松韵尽管不是最顶尖的流量明星，但她的知名度也不容小觑。她所出演的剧集通常都能取得不错的收视成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谭松韵现已34岁，虽然她长着娃娃脸，看上去十分年轻，但在出演17岁少女时，年龄的差异依然显而易见。而且在《蜀锦人家》中，她饰演的季英英与她之前在《锦衣之下》中的袁今夏，以及在《以家人之名》中的李尖尖有着高度相似的性格，都是古灵精怪的角色。她可能需要考虑进行角色转型，因为在古装剧中，她的竞争力已不再明显。男主角虽然形象不错，演技也很出色，但他真的不太撑得起整部剧的热度。这部剧的热度大多数都是靠谭松韵的表现来带动的。郑业成虽出演了不少男主角，但始终没有大火，最为人所知的角色也只是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中的男配角美人师兄，而京超饰演的男二角色则显得像个 NPC， 换谁来演都没有太大区别，毫无提升之处。其次，剧情方面，《蜀锦人家》实在过于乏味，情节老套。第1集便是父亲去世，母亲带着姐弟俩的设定缺乏新意。剧中的女性主角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事业，前半部分表现为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，后半部分则转变为利用小聪明去销售蜀锦，呈现出一种现代思维穿越到古代人的老掉牙的商业情节。最后，大女主创业的故事情节让我感到厌倦了。之前有赵露思的《珠帘玉幕》，接着又是杨紫的《蜀锦人家》，现在每当某个题材火热，资本就会纷纷投资，观众的审美疲劳也需要关注。刚看完一个作品，就又来了另一个，实在是有些让人厌烦。你觉得谭松韵主演的《蜀锦人家》怎么样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。